头又来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诸位请留步。是谁夺过先生？哎呀，血那是妈的什么破汤？怎么把牙都给粘住了？这多少人七老八十了都管不住自己的嘴，你这小小年纪，口舌之快，竟然能忍住不成，着实不容易。是谁？哇，这位兄台气度不凡呐，何必跟这平民老百姓一般见识？我家公子脾气不好，赶路有急，多有得罪，给二位赔不是了。哪里？哪里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挡了公子的路，多有得罪。花正龙一直没有杀你，是给你脸了是吗？他们什么人啊？留你这条狗命，纯粹是因为你把那个该死没用的东西给我藏起来了。青龙主？不对啊，若真是青龙主，怎么可能让我一根筷子就把辫子打掉了？他最多不过就是一个青龙主的手下。哟，我发现你变聪明了呀！臭丫头，我对女人向来是网开一面，运气不错。待我了了此事，到我面前给我磕个响头，咱俩就算没事了。记住了啊！到厨房去看看。嘿，我这三春客舍你已经搜过3遍了，没有你要找的人。闭嘴！你刚听清了吗？是他打我，还是我打他？你怎么还有心思吃啊？刚想说你沉稳了不少，结果还是不经夸。我现在赶紧多吃一点，省得你待会打起来了，我也好随时给你舍身，为你下叫好主意。这泼皮，竟然敢跑到寻常客店来撒野！像你这种在世外桃源长大的名门正派小白花，确实没见过像司象山这个泼皮无赖。瞧你这急公好义的样子，这老头看着也不是很厉害啊。阿飞，这老头功夫啊倒是稀松平常，不过能勉强跻身一流，因为这老头惯使用阴招，就凭他的临场经验，都够杀你10个了。你娘来了都不敢轻敌。啊？这么厉害？
小兄弟，再坚持坚持啊！你这身子骨还不够硬了。这走了半天了，连奇门的影子都没看到，不会就是这座破庙吧？哪能啊！我奇门各大要地皆隐藏于重重阵法机关之后，防御森严，怎么能随随便便就被人找到呢？这座道观只不过是平日训练外门子弟的一座小小八卦阵罢了。在这境地之前呢，还有一座迷踪林，得闯过阵法才能看到。好了好了，放我下来吧。还有迷踪林？我看你累得够呛，先进道观歇歇脚吧，顺便让老夫教教你些粗浅的奇门阵法，看看你小子悟性如何。早就听闻奇门阵法名震天下，弟子众多，还有大隐隐于市，不插手江湖俗事之说。原来是此等藏匿避世的方式啊！江湖纷争，你不惹事，事也要来惹你。这些防御阵法再精妙，奇门还不是横遭祸事？只剩贫道一个人了吗？道长，原来你们……走吧。道长，我之前在寨子里没有听说过这么多江湖传闻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安全地把你送回到藏身之处的。好，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啊！才来呀！这几日看你的行踪，我料想你会来这禁地，在此恭候多时了。好久不见啊，师兄。风烟，你早已被逐出师门，还回来干什么？那自然是来探望师兄你了。我看刚才他背着你，师兄，你是受伤了吗？这世间有谁伤得了贫道？对不对？对，对，没伤便好，省得别人说我趁人之危。这掌门之位本来就是我的，如今该物归原主了吧？笑话！钱掌门亲口将奇门托付于我，什么时候成了你的？你一个连奇门入门阵法都学不会的弟子，小小的八卦阵都过不去，还想挑起奇门的大梁吗？谁知道那老东西抽的什么风，把这掌门浮尘传给了你。不过你即便会什么狗屁的那些零碎，如今这奇门不也败亡了吗？冯无言，你还好意思提起师傅他老人家？前尘旧账，我懒得跟你这个白眼狼计较，快滚吧！念在老掌门的份上，贫道不想出手伤你。糊涂啊，师兄！如今奇门就剩你一个人了，你若死了，这浮尘不还是要传到我手里吗？哼！你死了这份心吧，就是传给这位小兄弟，也不会传给你。原来师兄你早有人选了。我跟你们奇门之间没什么关系，我还得赶紧回48寨呢。李胜，有贫道在，你不用怕他。那我要试一试。离开奇门这么多年，我一直苦练武艺，如今江湖人称黑判官。想不到这些年师兄你功力不减当年嘛。冯无言，你非我奇门弟子，若要再来抢夺掌门信物，
我可就对你不客气了。这小子叫李胜，对吧？我早晚会除了你这个祸患。不，我真的不是西门弟子。李胜，走。连个鬼都没有。看，我说了多少遍了，这儿没你要找的人，搜多少遍都一样。不可能，我大仇还没有报，凭什么找不着？牛肉酱。别抠指头啊，这还有饼呢，不抠来，再吃点，公子。肉不呢？这是他才会做的牛肉酱。谁啊？他根本就没有离开这里，骗我！把这2个人立刻给我抓起来！不交出纪云晨，杀了这个臭丫头！各位客官，万事好商量啊，万事好商量。喂，九龙嫂，你这一双手上功夫天下无双，什么时候到对一个后辈言听计从了？上头有令，不可违。公子，姑娘，多嘴了。不。乾坤，喂，你这个老头好霸道，连看戏的都打！住手！英雄，先歇歇，给人家说2句话的功夫。对不住，又给你惹麻烦了。阿培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不要连累别人。好啊，你终于不做缩头乌龟了，终于打算出来还债了，是吗？你说，要我怎么还？我不要你的命，我要你当着我的面自断筋脉，跪在地上给我磕800个响头，再让我戳个3刀6洞，咱俩以往的恩怨也就此了了。这不难，我同你回去，要杀要剐，全听你的。只是莫要连累他人。来，慢慢来，慢动手。你看，我们这个小店呀，就这么一个厨子，要被你们弄走了，
我再上哪儿去找一个？不用你管。一大清早就堵着我的门，让我怎么做生意？衡山脚下三不管的地方，什么牛鬼蛇神都有。你以为光是靠嘴甜就能混下去吗？哎，阿飞，你看见那掌柜的一双手了吗？救我！大事不好！青龙旗立在门口，此地只许进不许出，只留死人不留活人。哎呀，这个小白脸也是自带倒霉之气，谁跟他一搏谁倒霉，还带着这么大个累赘，恐怕是要吃大亏了。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这种场合，我也不大擅长应对啊。反正我是不想死在这儿。一个都不能走！拿住！这难道是破血刀？老朽不知姑娘是南刀传人，方才多有得罪。我等的恩怨既然与姑娘无关，那么就多有打扰了。姑娘可以跟你那位朋友先走一步，来日有缘再见。老朽再向你赔罪。嘿嘿。干什么呢？哎，你这个老头儿，听到“破血刀”3个字之后，翻脸比翻书还快，见一时半会儿杀不动，便突然变得说，不知道姑娘是南刀传人，而这“嘿嘿”2字，更是猥琐无比。我从未听过一个人能在一句话里塞这么多废话，真是让人叹为观止。姑娘，既然九龙所发话，你们能走还是先走吧。本来就是受我牵连，实在抱歉。腿长在我身上，我愿意来愿意走，轮不到一个蚯蚓来管。我这个妹妹确实有点没大没小，时而欺负兄长，但是说话还是很顺耳的。那好，上天有路你不走，地府无门你非要往里闯。今日南北刀相聚在此，我青龙一脉倒要领教。什么南北刀？这香有毒吗？那倒不是，这香便和你们48寨的烧剑一般，恐怕这是青龙一脉的传信手段。和那将属下当洋放的穆小乔不同，青龙主不爱自己动手，最擅长群殴。他创了一派人多势众的翻山倒海大阵。打仗不见得行，但是对付落单的高手却是极佳。等青龙主亲至，恐怕我们就谁都跑不了了。人多不怕，就刚刚他说南北双刀，北刀指的是谁啊？
敢问前辈，当真是那位北道的传人，纪云辰，纪大侠？惭愧，在下确实姓纪，但是如今已是废人，不敢误了先师的名声。这北道传人，万万不敢领。要脸吗？且问问他，还敢动刀吗？没错，我确实发过重誓，自废武功，永远不再动刀，也不再与人动武。终生不能跟人动武，那倘若别人要杀你呢？那就让他杀便是了。今天在这儿的所有人，丧命于此，都是受你牵连。你怎么还不去死啊？哎，且慢！你这就算死了，这九龙锁也不会放过我们的。再说了，这四象山何时说话算数过？说的也是。论起武功，九龙锁未必排得上，可是要排起心狠手辣，他老人家恐怕是遇不到对手。别说是一个人死在他面前，就是死1000个、1万个，都耽误不了他老人家由着性子杀人。那你到底是想让他死，还是想让他活呀？四象山的人脑子都有问题吗？自己主意前后都不一致，老是说嘴打脸玩。青龙香也燃了，青龙旗也立了，各位的生死可不由己喽。现在还有什么办法吗？事已至此，只能趁青龙主未到，赶紧杀了他，逃之夭夭。我知道，我问的就是杀他的办法。全都一拥而上，人海战术。你出的什么馊主意啊？你现在看看在场的还有几个能动的？你行你上。我可不行，我没刀，我怎么打？谢公子，你可真是个能屈能伸的人物啊！给我上！哎，你那个削骨伞呢？削骨伞？你只有3尺清风之力，我有3寸长蛇之诀，天衣无缝，可做无间。果然是芙蓉神掌花正罗。破血刀，在李前辈手上，精华在无锋；在李大当家手上，精华却在无匹。刀法是死，人是活，不必太拘泥于前人的绝学。对啊，我外翁没的时候，我娘比现在的我也大不了多少。他那套破血刀，指不定学成了什么熊样。他说破血刀就是无坚不摧，到底是祖传的，还是他自己编的都不一定。我为什么要奉为圭臬呢？我要成为我自己。女侠饶命！饶命！
女侠饶命！女侠饶命！女侠饶命！小心！躲！华兄。 20年了，还有人记得我这个老东西。只可惜啊，我的芙蓉神掌再现江湖的时候，已经没有掌了。诸位，这香虽然只烧了一半，但是怕也不是白烧的。青龙主应该就在这附近，我们要速速离去才是。 不愧是北刀的传人，就算成了个废人，还有这么一帮狗腿子，上赶着帮你。你再出言不逊，信不信我一刀砍了你？来呀，砍了我呀！闭嘴吧，他真干得出来。诸位，没事啊，你们都是受我牵连，吉某人百死莫赎。你们扣着我也没有用，我只不过是青龙主座下一条会摇尾巴的狗。 可是你们今天毁了青龙旗，灭了青龙香，公开打了他老人家的颜面。今天在场的每一个人，有一个算一个，谁都跑不掉，都得死！啊呸！你如今的样子，若是让你双亲见到了，他们心里该多难受！别再糟践自己。好话就你会说，你还有脸提我爹娘？ 青龙主，不会真的来了吧？输人不能输阵，我们出去。撤！姑娘，咱们后会有期。文将军，君上且慢。 属下参见君上。君上，阿飞，阿飞，你没事吧？担心死我了。我能有什么事儿？你没事就行。文将军。吴小姐，他是皇帝。我听文将军说，他是前朝的皇帝。这位是周姑娘吧？ 文将军，我爹他还好吗？啊，甘棠宫一切安好，就是十分惦记姑娘。当初文某断了姑娘一柄刀，姑娘不会记恨在心吧？日前听说在华容，君上遇上了地煞的人，我派人过去之后，华容早已经封城了。好在你平平安安的。 还行还行。千金之子，坐不垂堂。你孤身一人闯荡江湖，太危险了。那大可不必。你回去就帮我告诉甘棠宫，我不是一个人行走江湖，我还有。我可不认识什么君上。啊，周姑娘，吴小姐念叨你一路，你们两个好久没见了，叙叙旧。一会儿我给你准备车马，把你送回山寨。不行，我们招惹了青龙主的人，如果我们走了，
可能会牵连一整个客舍的人。四象山的魔头也来了。是啊，我刚才是灭了青龙香，折了青龙旗，怕是不能善了。这文将就来得正好啊。君上，传令下去，立刻疏散百姓。是。道长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贫道旧伤未愈，刚才又硬吃风无言一掌，没事。风无言那家伙，没有他的目的，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万一一会儿他跟进来，只能由你与他周旋一二了。我？贫道马上教你一遍粗浅的道家八卦阵走法，趁他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我们就闯进八卦塔阵逃出去。是不是这个？这我见过。这是不是那个奇门遁甲八卦图？你认识？我以前在寨子里看过一些闲书，好像有印象。太好了，师兄，这么着急的跑进去，是不是受伤了呀？咱们赶快走。走哪儿去啊？前3连，坤6段。嘿，你要是不说话，那我可就进来了。前辈，没事吧？这样雨，师兄，跟父完，出来我们聊聊吧。李仲旭，师兄，看中满，师兄，对上学。不去，往右前方迈3步。你怎么这么笨呢？走。道长，我这都是第一次听说，你好歹给我点时间让我领悟一下。这座八卦图修建的，开关的屏风都暗合着卦象，前门3连，坤门6段。哎，你不是读过奇门遁甲的书吗？按8门阵法，只有开修生3门是吉门，可以通行。而凶门之中都布满了机关陷阱，是过不去的。我似乎明白了，按照奇门遁甲书上写的，开修生，伤渡井，死经8门，只要找到东北生门，就可以闯出去了吧？师兄，你听到了就回一句嘛。想不到你小子脑袋如此灵光。我们去正西，我们到荆门的方位。奇怪。荆门不是凶门吗？有机关的。嘘，你不能把掌门浮尘给一个外人啊，对不对？不如这样，你把掌门浮尘给我，我今天就不难为你了，好不好？呸！风无言，当年因为放不下这段执念，你不惜引狼入室。如今奇门到了这个份上，你难道还毫无悔意吗？悔意？啊？我老爹偏向你，你现在偏向一个毛头小子，欺人太甚了吧！我今天就是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千万不要踏进荆门的前面，及时逃开，快！一念成魔，风无言，浮尘是老掌门遗愿托付的，贫道不能有负仙人在天之灵。你别拿我那死了的老子当借口！我本无心杀你，你不要逼我！走。
3连坤6段，震养鱼，艮复丸，离中虚，坎中满，对上缺，巽下断。我教你的口诀记住了吗？差不多，都记住了。道长，道长，道长，你现在就在迷踪林8大阵之一的天罡北斗阵之中，你想想该怎么走出来吧。天罡北斗阵，前3连坤6段，震养鱼，艮复和离中虚。吉兄是个实心眼儿，觉得当年那笔烂账欠了你的，我可不欠你的。实心眼儿，他敢说出口吗？口口声声说一条烂命放在我手里，任我杀任我剐，可实际上呢，躲起来我根本就找不到你。照我说，你是一如既往的假仁假义。阿培，你放心，我如今就是一个废人，我这条命早晚交给你。只是这北刀要在我手中泯灭，我确有不甘。北刀泯灭，那我家山川剑呢？你不甘心？我爹连不甘心的机会都没有。不过你放心，你欠我的，我一定都会拿回来的。你今天跑不掉的。所以，你把青龙柱引来，就是让他来杀我的。禀报掌门，安装飞鸽传书。下去吧。是。大当家，有弟子来报，还是没有王老夫人一行的消息。我知道了。寇掌门，我总觉得此事有蹊跷，劳烦你派几个好手下山，继续打探王老夫人一行的行踪。如若再没有消息，我便亲自去一趟。是。华兄，恐怕此地不宜久留。我这条命本来就是你帮我捡回来的，多活一天就多占一天便宜，收了没什么，可我舍不得这客舍呀。君上，客人都已经疏散完了，你跟我回去吧，恐怕青龙主一会儿就到了。青龙主这祸事是我惹出来的，只要这客舍里还有一个人，我就不能走。这……哦，对了，子琛现在何处啊？啊，已经在回健康的路上了。这次多亏君上在华容之时运筹帷幄，要不然这个事情不好收拾。正好遇上，顺手罢了。请君上务必跟我回去。哎，温将军，你就不能当没见过我吗？属下不敢。君上，这次这么多双眼睛都看到了君上，君上就不要再为难属下了。你这里3层外3层，防贼似的围着我，我想让你为难，我有这个本事吗？当初
王林将军统帅3军的时候，我朝是何等的威风。如今王林将军不在了，我等军中将士都盼望君上能够早日回来主持大局。你说的这些，我怎么都不记得了？是属下失言。无妨。对了，帮我去问楼下那个厨子要2罐牛肉酱上来。错过了，只怕今后都吃不着了。这个锁终于能还给你了。阿飞，你还在生谢大哥的气啊？哼，他呀，他除了腿，也就剩满肚子谎话了。他要是想说太阳打从西边出来的，也能坐在那儿滔滔不绝地说一天。不过，你说他好好的皇帝，为什么满江湖乱窜呢？其实，他也是个苦命人。他本名叫萧川，是前朝皇子。幼时遇到叛乱，皇宫被围，后来起了一把大火，本以为一个人都没能逃出来，谁能想到，有个老宦官冒死将小皇子送出了宫。后来前朝大将军王陵就把谢公子接回到了皇宫。可是好景不长，谢公子被送到邻国当质子。在这个期间，武将叛变，更改国号，前朝覆灭。后来王陵将军拥护谢公子为帝，想要光复前朝。难道这就是他隐姓埋名变成谢梅梅的原因吗？这有什么不好跟我说的？故国不国，改朝换代。谢公子放着锦衣玉食不去，一个人在外面闯荡江湖，应该是有什么难言之隐。他没有表明身份，也是自然的。差点把前朝皇帝捅成了马蜂窝。管他呢，是不是皇帝跟我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在我眼里，她就是那个满嘴跑马、一身霉运的谢梅梅。哎，对了，你跟我说你过来的时候，48寨的暗桩有给你送来一封我娘的手信。是，在我这儿。我娘说让暗桩直接送你回寨主。我娘这样说也有道理，你本就是千金小姐，就应该住在高门大院里，出门有香车宝马、丫鬟婆子伺候着才对，不应该跟我们天天在泥里打滚。48寨的生活虽然比不上你以前，但至少有人照顾你，衣食无忧。阿飞，我现在也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了。奇怪，为什么我娘信里只提到你，没提到你弟弟啊？按理说，他要是知道华容发生的事，不应该这么平静。除非这个信是假的，送信的暗桩有问题。看来我得回家看看。不行，青龙主这事儿，我跟星云也脱不了干系。若是我们就这么跑了，怕是整个科社的人都要玩完了。嗯。哎，楚楚，
我让文将军把你送到我爹那儿去吧，他一定会妥善安置你的。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只想跟着你。不行啊，万一文将军和青龙主两拨人打起来，我怕我会无暇顾及你。怪只怪我能力不够大吧？要是我能像我外翁一样就好了。啊，阿飞，阿飞，我现在谁也不信，我只信你。再说了，我也不是什么物件，你别把我来回托付了。那行，你就在屋里待着，没我的信号，你千万别下楼。嗯。来，爱莫能助。皇帝陛下，你搞什么鬼？求女侠，顺手把我也给带走吧。累赘一个也是带，两个不嫌多。更何况我出了事儿，我腿长自己能跑，绝不给你找麻烦。你都听到了？千真万确都听到了。女侠不生我的气了吧？嗯。从此大路朝天，各走半边。生你气做什么？女侠，那我求你，把我从这个坑里面救出去吧！我求你，这大恩大德，我来世做牛做马。阿飞，我一开始还在想，你这五湖四海的乱窜，当真是为了行侠仗义吗？现在看来，你不过跟李胜是一路货色，四处招摇撞骗，还离家不归。处理完这里的事儿，我就要回去了。我劝你也早点回家吧。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，免得你家人担心。我也想回家呀，我也想有个家人能够盼着我回去。你没有家人吗？家人？要说是亲戚，萧家那边可能还有不少，只是恐怕他们连半个家人都算不上。你不是还有一个义弟吗？子申？嗯，是啊，我看着他长大，他对我也素来亲厚。他虽然是当朝的三皇子，我们的身份有差别，但是还好有他在。
白天的敲什么锣呀？猜不出来吧？就不告诉你。吉兄，外边铜锣声四起，看来青龙主他已经到了。我家将军问青龙主安好，不知青龙主此番前来，有何贵干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因为文将军是让自己的手下来传信，所以这个青龙主也是效仿文将军的方法，同样让手下来传信，摆架子。不错呀，猜出来了呀。 果然有慧根了。哼。我家主人言道：“此地南北不沾，但听说文将军在此，不速之客就不搅扰了。只是我家主人最近走丢了一条狗，听人说被人关在这客舍中，还有人公然烧青龙旗灭青龙乡。我等不过是来讨要个说法。” 文将军也是个讲理的人，想必不会怪罪吧？你说是青龙主厉害，还是沈天寿厉害，还是段九娘？能与穆小乔齐名，自然是有他的过人之处。这江湖之大，高手 更是如过江之鲫。要想在这些人里面分出个长短，那怕是一件极难的事情。不过我相信你能成为这样的人，但是前提呢，我们要先从这客舍里面出去。不是文某不讲道理。 只是这三春客舍中住了一位贵人，此处实在不宜各位久留。我们明天一早便走，青龙主不妨多等一晚。到了明日，你们有怨报怨，有仇报仇，文某人绝不打扰。我们江湖中人本也不愿和将军为敌。好，还请文将军也稍安勿躁，我们 就在客舍外等，等文将军明日一走，我们再来。撤。青龙主，你这青龙旗是我毁的，青龙乡也是我灭的。冤有头，债有主，把客舍里的人放了，冲我来！ 你故意的？这种情形只能如此了。文将军，你们说这次的主要任务是什么？护公子平安。是了，这就没错了。这种场合，以后有的是机会看。现在逃命要紧。哎，但整个客舍都被包围了。你还记得早上那个小白脸来的时候，华掌柜 让他随便搜，结果一无所获吗？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客舍应该还有一条密道？嗯。怎么，文将军？难道这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小子，就是将军的主子？ 我几次来这客舍的时候，找你，你都躲得不见踪影。
我刚才要对那臭丫头下手的时候，你又出来的那么及时，想必你在这肯定有个不为人知的藏身之处，赶紧从你的狗洞里面逃走吧。你既然这么厉害，想必出去自然有一番天地，那你还赖在这干嘛？还不赶紧走！周姑娘不可，此时若将她推出去的话，等于要了她的命了。他差点要了你们的命，都是因为他才惹出这么多事儿来，你还护着他。抱歉，在下实在不想参与你们的私事儿，只想问齐大侠，你们说的那个狗洞，到底是在哪儿？怎么，你要进去？除非从我这儿过去。只要诸位不伤了他，我愿意带各位去。楚楚还在楼上。我先行准备一下，一盏茶后，后院谷仓见。好。好。今日若真的打起来，文将军，恐怕胜负也难分吧。青龙主所言极是。如果青龙主能给我们家公子一个面子，放了这儿的百姓，文某必定备一份厚礼，登门道谢。好，今日我就卖文将军一个面子。青龙香和青龙旗的事情就此作罢，我也不会大开杀戒。但是，我的爱犬伶俐得很，今日若找不回去，恐怕日后我可不希望再有日后了。所以今日我一定要进客舍搜一搜。这件事情和你家主人毫无瓜葛，文将军。这个面子你不会不给吧？青龙主，请。有手！是。你们怎么不打了？公子，这个事儿就这样了，别让下属为难。等等！哎，这两位姑娘，是我家公子的家眷。这两位贵人，还是有几分姿色的。刚说给我一个面子，怎么？反悔了？啊！我刚才突然又想了一下，我觉得还是打一架比较爽。密道在谷仓附近，快走！真是后生可畏，周先生见了一定很欣慰。阿飞，别逞英雄了，去找几大侠。怪个小美人私奔了。哎，打皇帝犯法吗？这打
谁也不对啊！殴打庶民、殴打皇帝，同罪。那就好。哦，分寸呢？啊？你真是皇帝吗？他们是不是认错人了？不对，文将军看起来挺靠谱，他应该不会那么瞎。所以，是你投错胎了吧？不错，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阿飞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哎呦，真是越来越喜欢你了。文将军今日若是为你打架受了伤，那可就亏大了。你放心吧，文将军是你爹手下的第一高手，青龙主从他那里讨不了什么好处。走，我们去谷仓找启大侠。哎，楚楚人呢？不用找了，人在这儿呢。虽然我武功稀松，比不上你们这些南刀北刀了不起的大人物，可是我想，我要掐死这么一位姑娘，应该是不成问题吧？你就这点本事啊？把你的狗爪子拿开！他要是少一根头发，我不会放过你。哎，这姑娘怎么比你漂亮那么多呀？女孩子嘛，就要这样细细软软的才比较好。像你这样打打杀杀，小心长一脸的皱纹。哦，对了，我都忘记了，像你这样打打杀杀的，估计都活不到长皱纹的年纪。再说了，你看我像是怕死的人吗？他配。我听启大侠这样称呼阁下，想必阁下大名就是这个了吧？敢问尊称是否是有因呢？你知道什么？周姑娘，刀下留人。我没想到她竟然学了青龙主的医学之法，是我失察，实在抱歉。哼，难不成你以为我加入四象山只是个幌子吗？怪不得小白脸说话藏头露尾，闹了半天是在鬼话连篇，等着没人的时候好杀人逃命。周姑娘，还是饶他一命吧，看在李老寨主的面子上。你提我外翁做什么？阿飞，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他应该是殷文兰之后。山川剑，双刀一剑中的那一剑。剑乃君子，山川剑殷文兰是正经八百的出身名门，而立之年后，自成一代宗师。可惜飞来横祸，满门被灭。就他，山川剑的后人，看什么看？真这么要脸，早干什么去了？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还是先走。报告主任，我们找遍了客舍的上下两层，没有发现他的踪迹。一群废物！去，把狗给我找出来！堂堂北刀，在名不见经传的一个客舍里面当厨子，还惶惶不可终日，非得挖个什么地道，真是不能够理解。人不当，非得要当鼠。那你呢？
人不当，非要当狗。你懂个屁！我是人，自然不懂。让你跟着走就不错了，乱叫我什么？小心我揍你啊！哎，诸位，这条地道是为了我和我那未过门的妻子修的。我们两个想隐退江湖，隐匿于此，怕仇家来寻衅，所以特意挖了这条地道。哎，与己兄无关啊。周姑娘、谢公子、吴小姐3位，请先走一步，快！你先走。好。华掌柜，你这个手还能行吗？没关系。那就多谢华掌柜，先走一步了。请，阿飞，走。阿培，跟我们走。走。看来他们是在这边啊，给我追！阿培，阿培，华兄，季兄以前听你的，以为他只是年少冲动，情有可原。可今天你算是见识了，这种人你还护着他吗？你是对我有救命之恩，但我今天绝不可以放过他。华兄，你时常将他是你的救命恩人挂在嘴上，不就是年轻的时候英雄救美，受了重伤，差点要了命，他救了你一命吗？哎，纪云辰，他救的那个女的，后来找到了你是吧？是。你为何将那仅剩的一颗九环丹给了那女的，去救这胖子？当年我入关之时，家师相赠一颗九环丹，常人服下，有疗旧伤之奇效。你自幼娘胎带病，身体虚弱，我想等你再长大些，再让你服下，或许能发精洗髓。可是没想到，东窗事发，我知道了你的那件丑事，我怎么可能去吃你那颗九环丹？是，我酒后失言。纪云辰，你都不仔细想想，是谁把你灌多了？是谁从你嘴里套出来的话？是谁安排我在现场的吗？你闭嘴！那个女的看似单纯，其实城府极深。她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做一个圈套，让我跟你反目成仇，为的就是要那颗九环丹去救这胖子的性命。你有半条命，都是我施舍给你的，你还要杀我？怎么有2条路啊？他们呢？他们都有各自的江湖恩怨，我们还是别插手吧。华兄，快走！季兄，我的命都是你给的，既然你那么想护着他，好自为之吧。多保重。华兄，当年修这个地道的时候，我留了一个机关，没想到今天真的用上了。你怎么跟来了？这密道是你家建的？不要脸！你，周姑娘，
花掌柜呢？林主任，文将军的人还在客室附近。小宝贝儿，等文将军走了之后，你一定帮我好好的找一下我的一条狗。胖子对这附近很熟，估计早安全逃脱了。这条路是往哪儿走的？这条路一直通往衡山脚下。在衡山脚下挖密道，衡山派没意见吗？周姑娘有所不知，当年两军在此地交战，打的是昏天暗地，民不聊生。衡山派一向颇受百姓敬重，有不少弟子都是山下人家的，他们自然不会无动于衷。可是，一旦插手，就怕会引火烧身。那后来呢？那一战，从掌门到几个辈分高的老人都折里头了。后来剩下几个零星的小辈，哪儿扛得起这么大一个摊子？有家的就回家了，没家的就跟着新掌门走了。新掌门带他们去哪儿了？据说那新掌门是老掌门的关门弟子，走的时候啊，也不知道有没有16期，后来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我看，咱们还是先走吧。嗯。走。阿飞，他怎么好像什么都知道？他大概满江湖跑的时候，净顾着听人家墙根儿了。撞到鼻子了。哎呦，眼泪都出来了。快看看，阿飞，有没有鼻血流出来？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什么。你干什么？有虫子，你信吗？让开，恶心！哦，踩我脚！我们先在这里休息一下，等到青龙主与官兵都走了，我们再出去，这样也好脱身。脱身？你们得罪了青龙主，想脱身？别做梦了！你要是得罪了青龙主，他追到天涯海角都得杀了你。现在你见这么个粗制滥造的地道就想躲过他，太可笑了。他不是你主人吗？他不救你吗？哼，倘若他要追上来的话，杀的第一个人就是我。我听说别人都是收徒弟，这青龙主收了18个一子一女，方才才有人称你为少主。不敢当，自甘下贱而已。你们没有听说过有人管自己的狗叫做儿子吗？每次我们见他的时候，都要匍匐在地上跟他说话。他还给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做了一个标记。那你这只呢？有吗？这么大个标记，你刚刚没看见呢？还真是作践自己啊！不敢当啊。不过我这个人呢，最聪明，最顺从，也最会巴结他，所以他时常带我在他身边。九龙叟那个老家伙太不上道了，连主人的脚趾头他都舔不着，所以他就只能捏起鼻子跟着我拍我马屁，所以我就带他出来解决这个废人。按说呢，他老人家也费不了多大的功夫，不过没想到北刀就是北刀啊，身边人才济济，哼，厉害。让这九龙叟折在了里面。平时如果我狗仗人势犯点什么事的话，挨一顿鞭子也就算了。可是现在，一顿鞭子那是解决不了了。
哦，回去要挨打了。当年南北双刀并称双绝，南刀李征在湖湘，北刀关风在关外。李老寨主交友极广，后来扛起了48寨的大旗之后，更是举世闻名。相比而言，关风关老前辈就没有那么爱问事了。他比李老寨主还要年长10来岁，早年间还有一些传闻，但是自从那次武将叛乱后，他便没有入过关。逐渐就成了个传说。我倒是听我娘提过一点双刀的事。南刀极凛冽，有北风卷雪之势，而北刀似水，人称断水蚕丝。原来北刀这么厉害。他不仅刀法厉害，卑鄙无耻起来更厉害。我年少时道法出城，拜别恩师，执意要入关。师父也曾劝过我，但是我却认为是师父胆子小，老了。我不听，师父竟劝不住我。临别之时，他耳提面命，令我凡事三思而后行。他说：“徒儿啊，你手中之刀，就譬如农人手中的锄头，账房手里的算盘。锄头与算盘都是做事用的，不是做人用的。千万不可本末倒置。”刀怎么能跟锄头算盘一样呢？那个时候我也不明白，自然便不听。我心想，刀乃利器，这刀法中若有魂灵，那么断水蚕丝就是我一手一脚一魂一魄，怎可被比作锄头算盘之类的蠢物？入关之后，果然，凭我手里这把刀，我纵横天下，很快便闯出了一些虚名。我好不得已，我有心想，就在此开宗立派，让北刀重现人间。半年之内，我连下7方战帖，打败1干高手，直到那北刀纪云辰刚入关，就连挑7名高手，至今尚无败绩，属实厉害啊！那是因为他没有碰到殷大侠，你知道吗？他师父关风当年之所以龟缩关外，几十年不踏入中原半步，正是因为败给了山川剑殷文兰。可见断水蚕丝不过2流，竟也好意思同破雪刀并称南北双刀。哼，江湖传言，我看也是。燕大侠今后打算去向何处啊？还没有做打算。客官请慢用。来，行。少侠，请回吧。殷文兰，你不敢应战是吧？好，我就在你府门前等你3天。你若依然闭门不出，我就公告天下，你山川剑不及我北刀。殷文兰。我
娘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时候，就敢闯入地煞山庄，和段九娘以2人之力抵抗3大地煞高手。而段九娘20出头的时候，已经靠一双枯龙手横行江湖，就连纪大侠也是初出茅庐便一刀惊世，心里开始惦记着要开宗立派。可我呢？想什么呢？我在想，我手里这刀，确实和锄头算盘没什么区别。嗯？纪大侠，那后来发生什么事了？你在这儿干啥？哪儿来的野小子？走开！我可不是野小子，我可是山川剑殷文兰的儿子呢。你是殷文兰的儿子？那正好，进去，把你爹给我叫出来。不去。为什么？我是偷跑出来的，他们叫我读书，我不想读书。那你想干什么？玩儿。那好，叔叔就带你去玩，等你玩够了，叔叔再把你带回来，好不好？嗯。悄悄的，谁也不能让知道。走。话说，这关风一柄长刀直取殷大侠，俩人大战了300回合。列位，这300回合那是什么概念啊？那是打得天昏地暗，地动山摇，日月无光啊！嘿嘿，那是只见刀光不见人影啊！啊，毕竟是我殷大侠，那是武功盖世，那是举世无双啊！一把山川剑，打得北刀丢盔弃甲，满地找牙呀！嘿，叔叔，北刀是谁啊？竟然被我爹打得满地找牙，我真想见见我父亲的手下败将。列位，关风这厮，哪怕是一听到我这殷大侠的威名，干嘛？真是下来！你干嘛呀？我还要听书呢。躲在被窝里。若不是听那些说书卖唱的伶人编的段子，我也不会一时冲动。一时冲动，所以你就扣下了他的孩子，逼着他前来应战。那孩子就是你吧？老爷，出事了。去把剑给我拿来。是。我爹，就算是带伤应战，也能打得你屁滚尿流。没错，我不是于前辈的对手。
纪少侠，你为逼我应战，竟不惜出此下策，绑架我儿。入师之仇，不得不报。今日我就要为北刀正名。挑衅之前，殷前辈刚刚打发过地煞，他身上本就带着伤，又在我的逼迫之下，无奈带伤前来。当时对战的时候，他本可以杀我。今日是输是赢，我北刀都认。大不了10年之后，一切从头来过。但是你硬生生将剑震断，你分明是在羞辱于我。纪少侠，往后这几十年，有的是你们刀山火海要找。我只是不希望你们这些后生无端折在我的手上而已。老爷，老爷，家里出事了，咱们家里被人抄了。什么？你把我爹引了出来，坏人趁虚而入，引得我们满门被灭，全家110号人，没有一个人活下来。怎么只有你还活着呀？你怎么还不去死啊？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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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所以你送小英佩回去的时候，殷家已经被灭门了。这么小，就要看到自己的家人们死在面前，这心灵得受多大的伤啊！纪前辈，言语好似飞沫，有忠言如良药的，也有见血封喉、勾魂乱魄。出的人口入了你耳，一旦你往心里去了，便是在无形中被人摆布了。人心险恶，譬如九幽深谷，别人心机千重，算你一片赤诚。你当时年纪又轻，一时冲动上了当，本不必太自责。你懂什么？你懂满门被灭是什么样的滋味吗？殷少侠，冤有头，债有主。你讨债讨错了人，别人纵然觉得你可怜，不怪罪你什么，你就真当自己赢了吗？那真正的始作俑者，岂不是要笑你傻？谢公子，不必为我开脱，是我犯了错，我欠的债没什么好提来的。
间接害死我全家的人。你是无意之中得知殷家覆灭和纪云尘有关，因此愤而出走，又碰巧遇上了青龙主，把你捡了回去。诸位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送你们出去吧。将军，如何？可有行踪？君上这一跑，简直就像是鱼入了海。君上此次带着周姑娘和吴小姐，肯定要比一个人的时候目标大一些。要不要属下再去寻找一番？罢了，君上要去哪里，我们岂能拦得住？你们先回营，把这件事禀报给甘棠公。是。撤。丁主任，那文将军似乎已经出了城，往南去了。很好。那是衡山方向。走。出来了，多谢纪大侠带路。不必客气，谢公子准备去往何处？哎，我不过是一个闲人，何处不可去？不过二位闹了这么大一场，要去哪里呢？你们要是有意，都可以跟我回48寨。你这是在邀请我吗？是啊，你去不去？倒是那小白脸有点问题，带着麻烦，弄死也不成。难不成就地放生吗？我呸！哎，你仗着你是南刀的后人，你就这么大言不惭啊？要是没你外祖父，你连狗屁都不是。你们南刀北刀加起来，是我山川剑的对手吗？哎，少说两句。来啊，让我看看你嘴里的山川剑。行啊，来啊，来啊！阿飞，别跟他一般见识。你放心吧，他呀，怕是连山川剑的一招半式也使不出来。我呢，虽然不如我娘和外祖父，但至少我不会卖祖求荣，给别人当狗。臭丫头，你要是再这么猖狂，信不信我撕烂了你？青龙主来了。你不说那文将军靠谱吗？怎么那帮敲锣打鼓的这么快就追来了？嗨，他打一半发现人没了，肯定就没心思跟这些邪门歪道打了，自然就匆匆离去了。你踩我干什么？关我什么事儿啊？看那样子就来气。当务之急，赶紧跟我走吧。地处偏僻，我相信
应该已经甩了他们了。项圈都没摘得高，别人是抱不走的。什么意思？我们每日服食一种丹药，身上有味儿，人是闻不到的，只有他手里那只寻香鼠才能闻得出来。就算我跑到天涯海角，他都能找得到。你有话不早说，非得这时候才说。既然你不及时说，那你就闭嘴吧。把我们家的狗还给我，本座赏你们一个全尸。是吗？本王活了这么久，还是头一回听说有人要赏我一个全尸。本王刚开始还有点不信，不过看青龙主这不打自招的阵仗，看来那件事儿是真的。把山川剑交出来，本王保你一命。你说你一个青龙主座下的狗，死也变死了，丢也变丢了。青龙主为何追了你这么久？这是青龙主的作风吗？哼，少侠，你自己前后编了那些瞎话，哪一句对得上？劳烦以后编瞎话多费点心思，动动脑子。哦，原来闹了半天，他追杀你是因为你偷了青龙主的东西，还糊弄九龙总那个大傻子为你保驾护航。要不是猜出这把山川剑可能在你身上，你真的以为本王会捞你一命？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？我说文将军为什么会突然出现在此地？敢问阁下，是哪一位贵人啊？出来一个能帮我的人。我家君上乃是皇室血脉，不错，我的身份高贵，所以文玉要一直保护着我。但是我又不喜欢别人跟着，所以他们为了我的安危，就给了我把少剑。只要少剑一放，不管我在哪儿，他们都会来保护我。青龙主，这东西是不是你的，你心知肚明。世上只有苦主讨自己东西的道理，其他人都名不正言不顺。如今那个苦主的骨头渣子都烂没了，你我抢着山川剑，都只能算是贼。像青龙主这样的前辈，想必是做不出这种贼喊捉贼的龌龊事儿吧？哼。走吧。多亏有西皇子在。瞧他那得意样。这般可行？那也只能试试了。刚才
看到他的腿了吗？他是不是受伤了？应该是跟文玉将军对战的时候伤了腿。若非如此，我哪敢赌这一把？不过文玉本人未必斗得过这臭名昭著的大魔头，但架不住他手下兵多，而且个个令行禁止，先前总该让他吃了瘪。倘若不是青龙主有伤在身，哪怕我今天唱了空城计，也无可奈何。若真是有后援，想必也未必能唬得住人家。如今这山间乍看平静一片，我越是有恃无恐，青龙主就越是好好掂量掂量。主人，真的不追吗？文将军口中的那个贵人，想必就是眼前的这位少爷了吧？刚才我们已经吃了文玉一次大亏，险些折在那三春客舍外。难道你就没看出来，文玉为什么突然就走了吗？如果他真的是皇室，这件事恐怕就麻烦了。确实，主人说的是，我们也不好与朝廷为敌。这丘龙主会跟来吗？你猜？现在这么严肃，你还能开玩笑？我的谎话应该撑不了太久，我们还是先找地方躲起来吧。寻香鼠生性敏感，如果遇到人多的地方，一定会东躲西藏。你们再看，刚才寻香鼠顺着山路放心大胆往上跑的样子，只能说明一个问题：这个地方根本没有人。不好，露馅了！快跑！走。差点忘了那该死的老鼠。你们先走，我蹲后。走。给我追！是。阿斐呢？朱姑娘留下来断后了。他断什么后啊？这分明是断我的后嘛！徐大侠，这样，你先带吴小姐走，我去找阿斐。好，稍后跟你们会合。若是半个时辰后还没有见到我们的话，我带他们俩先进入衡山密道，然后我再送吴小姐去48寨。好，多谢。我的丹田气海已经被那几刀抽空了，这会儿随便有人扑过来给我一下，我大概连刀都举不起来。罢了，只能学谢云那厮唬唬人了。四象山是吧？我看你这水平，还不如穆小乔呢。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你猜？我猜你这个臭丫头是想找死！哼！瞧好了，这招可是有横断天河之威。
让你开开眼。给我追！你单挑青龙主，你怎么不上天呢你？你不是把我拽上来了吗？要不是老人家那一掌，就你这点力气，顶多拽来试。哈，我还得谢谢他是不是？我觉得我武艺精进了不少。笑什么笑啊？这货全身透着古怪，我却依然能无端的信任他，是不是占了脸的便宜？你是要造反吗？造反前，先逃命要紧。你找什么呢？密道应该就在这附近了，非常隐蔽，挺难找的。阿飞，阿飞，这边这边。好汉真牛啊！哎，刀呢？啊？要你管？手无寸铁还敢跟青龙主继续纠缠，你可……哎，虽然不是刀，但是我也没别的了，凑合用吧。你哪来这玩意儿？拿来壮胆吗？我刚才捡的。不是我说你自己私下里挤兑自己人，怎么这么机灵啊？哎，这位英雄，咱能不能别以后一到关键时刻就想着动手解决一切啊？阿飞，你们别争了。你以后可不可以别这么莽撞啦？啊，我们都很担心你的。他不好好的吗？我不是也好好的吗？啊，是你人是好好的，但就是啊，每次都要赔上一把刀。哎，等我回去啊，准给你做一个特制的杯下，7、8个插口，插满排一圈。等你出了门呢，插上个7、8把大砍刀，准跟开瓶似的，又好看又方便，省得你不够用。你回哪儿去啊？跟你回48寨呗。走了啦，阿飞，快点走啦。确实是有打斗的痕迹。我看青龙主啊，多半伤得不轻，我们可以先在里面避一避，他也不会逗留太久。
这里就是奇门禁地啊！去找些清水来。做什么用？哪有那么多为什么？机关的，无论内外，得把那小水碗灌满了水才成。这么厉害？来，跟我来。周姑娘齐大侠，吴姑娘，还有萧……那个，都是蒙他们的，叫我小谢就好。哦，那请问谢公子，刚才你与青龙主所说的山川剑是怎么回事？这八成是他瞎编的。抱歉，那个确实是我瞎编的。不过我也听到过一些传闻，但是不知道真假。什么事？当年据说南刀被地煞追杀时，一路且战且退，几度怀疑自己跑不了的时候，做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，就是把自己的兵刃毁了。真有这事儿吗？我怎么没听我爹说过呢？这件事情啊，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。哎，你们想，倘若是一个人在被追杀的时候，不想着怎么脱身，反而是会毁掉自己的兵刃吗？那自然不会。后来江湖有一些好事者，编了一些捕风捉影的传说，说是有一种邪功，只要能拿到传说中武林名门的随身兵刃，便能获得他生前的成名绝技。这一看就是胡说八道，煞有介事的胡扯。可这纪大侠是个老实人，他应该相信了。纪大侠，你不必看我，我也就只是听说，但是我研究这些啊，特意去学了打铁铸剑。怎么会有这种事情？分明是无稽之谈。谢公子，你是要告诉我，当年青龙主算计殷前辈，就是因为听信了这种鬼话？这个，你恐怕就要去问殷公子了。殷少侠，你现在可以说一说青龙主为什么一定要抓你回去了吧？你多年前得知殷家庄覆灭的真相之后，一怒之下与你的养父反目，这个我倒信。但是我不信你在青龙主座下忍辱负重这么多年，竟然会大老远跑过来杀一个已经废了武功的人。所以他表面上气势汹汹的带着九龙叟来找麻烦，实际上是想借刀杀九龙叟。他先是不分青红皂白的就要杀人，然后在你一根筷子打掉他的4名鞭之后，没有说躲开，反而是进了三春客舍，直接就来找你麻烦。那是他故意找茬。不错。挑了事情之后，他又顺理成章的被你抓住，还嫌麻烦不够大，不断激化矛盾，叫你杀了九龙叟。怪不得这一路不要脸的跟着我。
被抓了还不跑。后来青龙主赶来，跟文玉冲突上，他才趁乱跑了出来，还打算劫持吴姑娘。这样一来，他就能借上文玉之势了。虽然没有成功，但是也机缘巧合的跟我们跑了出来。周姑娘，你既然这么聪明，那你干嘛要问我？跟殷公子算无一策比起来，在下可就是个蠢人了。他已经不能拿到了，你就没有想过，一整个客舍的人都杀不了九龙叟，那你怎么办？你这个野丫头，从哪儿来的这么好的运气啊？家世深厚，刀锋锐利，又被惯出了一股不知天高地厚的愚蠢。哎，你这话，你到底是想骂我还是想夸我？我要是当年不被这个纪云辰带出山庄，学了山川剑，你今天连给我提鞋都不配。你说谁？说你呢？你何必和这种人一般见识？是也不会怎么样，大不了就是纪云辰跟一个客舍的倒霉蛋儿都死在九龙叟手里罢了，又关我们什么事？所以，你只要随便找一个借口，说跟纪云辰有仇，身为邪魔歪道，跟北道后代有仇也是理所当然，九龙叟根本不会怀疑。倘若纪云辰就此折了，那九龙叟也只会沾沾自喜，因为他根本没有想到你姓殷，更不会想到你这次逃出来，根本就没有打算回去。